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成功救出妖老后，被魂殿的斗尊强者摘心老鬼追杀。他施展出自己的3000雷幻身，成功骗过摘心老鬼，逃出锁魂大殿。逃出大殿的萧炎将自己的速度飙升到极限。萧炎冲出山谷，扫了一眼战场，发现除了铁剑尊者那里有点勉强之外，风尊者和小医仙他们4人都占据了绝对的上风。萧炎微微松了一口气，大声喊着：“人已救出，撤！”魂殿的几名尊老听到萧炎的话，疯狂发动攻击，将风尊者4人死死缠住，让他们一时之间脱不开身。萧炎自己也被魂殿3名护法缠住。很快，摘心老鬼就追了出来。风尊者看到摘心老鬼出现，就意识到不妙。摘心老鬼是一名实打实的5星斗尊，他的出现彻底逆转了如今的局面。而另一边的摘心老鬼一想到刚刚自己被萧炎戏耍，就十分愤怒，他脚踏虚空，一步步朝着萧炎而去。萧炎的脸色微变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根本不是摘心的对手，唯一能和摘心对抗的，就是施展出融合了4种异火的毁灭火莲。但施展毁灭火莲却需要足够的时间，以摘心老鬼的实力，自然不可能给萧炎时间准备这种大杀器。而他们这边的斗尊强者也全都被魂殿的尊老牵制住。就在此时，紫妍出现在萧炎的面前，说他来拦住摘心老鬼。萧炎有些担心的问紫妍行不行，可现在除了紫妍也找不到其他人来帮忙了。萧炎只能让紫妍帮他争取一些时间，不行的话就赶紧退。紫妍微微点头，小手结出几道奇异的印诀，之后她的身体在一阵紫光中迅速变大，变成了一个身材高挑性感的紫发大美女。萧炎被紫妍大变活人吓得一愣，在紫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后，萧炎迅速推到一旁，开始凝聚毁灭火莲。摘心老鬼在见到萧炎召唤出4种异火后，眼瞳微微一缩，他不再墨迹，朝着紫妍的手掌狠狠一握。顿时，紫妍周身的空间犹如被一个巨大的手掌捏住，狠狠地对着他挤压过去。不过，在紫妍面前玩空间之力，摘心还是太嫩了。紫妍随手就将空间挤压给化解了。摘心老鬼见一击不成，一拳化为一条足有100丈庞大的黑色巨蟒，对着紫妍而去。紫妍利用空间之力，将黑蟒大部分的攻击都化解了，但他的实力毕竟还是比摘心老鬼弱上不少。很快就被下死手的摘心打得口吐鲜血。摘心老鬼施展出摘心手，紫妍心头泛起一股浓郁的危机感。就在摘心的手掌抓住紫妍的脖子，准备一掌将紫妍击杀的时候，他们面前不远处的空间突然出现裂缝，一道壮硕的身影从中出现，一拳对着摘心的脑袋狠狠轰了过去。这一拳若是击中了，就算是以摘心的实力，他的脑袋也会砰的一下爆炸。小命要紧，摘心当下便松开了握着紫妍脖子的手，一掌与熊战的拳头轰击在一起。紫妍看到说要去游历大陆的熊战出现在这里，很惊讶。熊战则是干笑了2声，看向刚刚把他丢过来的空间裂缝，小声嘀咕着，并不是他想来的，而是被丢过来救场的。摘心察觉到熊战也是一名斗尊强者后，眼皮忍不住跳了跳。而此时，萧炎手中由4种异火组成的毁灭火莲也成了形。摘心能感应到萧炎的火莲还没有彻底完成，感受到火莲中蕴含的毁灭力量，摘心的脸色巨变，他身形一动，化为一道残影，冲着萧炎的方向而去。摘心想要趁机打断萧炎，顺便把他给解决了。熊战在紫妍的指挥下，身体如同炮弹般爆射而出，几步就追上了摘心。察觉到背后熊战的攻击，摘心没有躲避，而是将身体斜扭了一下，用肩膀硬生生地接下了熊战的一掌，而后借助熊战的拳风推力，加速来到萧炎头顶的上空。紫妍见到这一幕，气得大骂熊战蠢货。熊战想要在最后的时刻将摘心老鬼打飞，但却已经晚了。摘心动用体内所有的斗气，凝聚成半尺大小的漆黑鬼爪，对着萧炎胸膛处施展出九幽魂手。他这一击速度极快，没有人来得及去救萧炎。萧炎也清楚自己此刻的处境，他的眼中涌上疯狂之色。摘心老鬼想要他死，他也会拉着摘心陪葬。萧炎将手中尚未彻底稳定的毁灭火莲对着近在咫尺的摘心老鬼甩去，整片山脉在一股毁灭般的力量下抖动了起来。萧炎感觉到自己胸膛处的骨骼被震裂，身体被震飞的瞬间，他的嘴角露出一抹微笑。最后一刻，他看到摘心老鬼的脸布满了恐惧之色。毁灭火莲砰的一声爆炸了，火焰风暴肆虐，不仅将山谷中的魂殿毁掉了，还将这附近千米之内的森林顷刻间湮灭。萧炎倒飞的身体重重地射进了山壁上，他坠落的身体被迅速赶过来的紫妍抱住。风尊者和小医仙几人也飞快赶了过来，看到满身是
血，胸膛都凹陷了下去的萧炎，众人的脸色皆是一变。这是萧炎有史以来除了吞噬异火以外受过的最重的伤。萧炎和摘星老鬼闹出的动静太大，魂殿的黑白天尊也出现了。黑白天尊强行将火焰风暴散去，众人才看到此时的摘星老鬼情况不比萧炎好到哪里去，他满身鲜血，甚至还有一条手臂被彻底炸断了。摘星老鬼怨毒地看向萧炎，此时的他恨不得将萧炎碎尸万段。黑白天尊说他是咎由自取，若不是摘星老鬼想要独吞抓获萧炎的功劳，迟迟不捏碎空间玉简召唤他们，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如今分殿被毁，到时候店主追究起来，在场的人都没有好果子吃。风尊者的脸色十分阴沉，黑白天尊的实力比上摘星都要强上一线，今日想要脱身怕是不容易。小医仙让紫妍带着萧炎离开，这种局面想要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可能的啦，必须要有人牺牲。他的话音一落，满身是血的萧炎死死地抓住他的手臂。紫妍让他们别交代遗言了，也不是不能脱身，他的表情很是严肃，让小医仙等人等下一定要跟紧自己，千万不要迟疑，否则他也没有办法。话音一落，紫妍一咬舌尖，一滴暗金色的血液落在她的指尖处。这滴血液一出现，紫妍的脸色煞白，身体也摇摇欲坠了起来。强行稳住身形后，紫妍的手指在虚空划过，一道空间裂缝缓缓浮现。察觉到萧炎他们这边的动静，黑白天尊顿时冲向他们一行人。风尊者准备出手拦住他们，但紫妍说已经没有时间出手了，谁出手谁就走不了。众人的脸色都有些复杂。铁剑尊者一掌将准备迎敌的小医仙打退，让他们全都走。他的大仇当初在药老的帮助下已经报了，如今的他了无牵挂，今日就当是还了药老当年的大恩。铁剑尊者硬生生接下黑白天尊的攻击，之后仰天大笑，调动体内所有的斗气，准备自爆。黑白天尊见到铁剑尊者的行为，脸色一变，心中暗骂铁剑尊者是个疯子。铁剑尊者自爆的举动拦住了黑白天尊，而此时紫妍的空间之门也终于打开了，但以紫妍如今的实力，强行开辟空间之门，穿梭虚无还是太勉强了，更别说他还带着一大帮人。空间之门抖得越来越厉害，就在紫妍都忍不住心生绝望的时候，空间大门诡异地凝固了起来。紫妍一愣，一下子明白了什么，眼中闪过一抹感激之色。他的手印一变，一股强烈的吸力将他们这一行人吸进了空间大门内。随着众人的进入，空间大门也消散于无形。虚无空间中的人见他们都顺利离开了，才终于响起了一道无奈的叹息。正准备自爆的铁剑尊者也被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吞噬了，徒留魂殿众多斗尊强者脸色铁青地看向空空如也的天空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